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今天让我们来做游戏。Hello， 你好，大家好，我中意是中中飘逸的逸。目前就是我想要先试着上架到 Google Play 上面，然后呢，让Mobile Advert， 也就是 AdMob 那个平台上面，这个平台上面可以认可我。然后呢，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说这个应用程式到底是不是因为要有资源才有办法看。那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可能就要搞一只手机了吧，我猜。那刚才比较糟糕的消息是，好像也有人用类似的应用程式，就是我取的 Just Dice 这个名称，我不确定在 Google Play 上面，我等一下到时候有没有机会可以上架，反正就试试看了。现阶段的话，我先尝试提交一个 App 上去 ，AB 什么意思？这里有一个 Side Enjoy App Bundle 啊，来了 ，AAB 档，这样就可以放到 Google Play 上面了。哇，一堆东西要填，我们就一项一项来吧。这边你要产生隐私权，这个内容，好，隐私权内容完成。这个至少，今天这个根据。好，这是我要使用 C3 去开发 Enjoy App， 并且上架到 Google Play 平台，然后有包含 AdMob 广告的第2天开发。然后呢，今天也就是昨天深夜差不多2点多的，昨天应该12点左右，送出的 AdMob 的申请之后，后来隔了5-6个小时之后，就终于得到了这封 email， 就是你的账户已经可以开始用 AdMob 了。其实我今天已经稍微测试过了，就是有了这个 AdMob 的启动之后呢，我就可以看到广告了。然后这边开夜神，然后让我将这个是 release 的版本放进去。对，我这边想要回头确认一下，我昨天到底有没有开不是测试模式啊？因为测试模式上面其实只会出现固定的广告。那我看哦，不是，对，它不是测试模式。那点一下，我应该把上面这边移掉，这原本是输出错误讯息的字，然后把这些东西往上摆，所以再让我重新的编排一下。这 C3 在建立那个 APK 跟那个 AAB file 的时候都要一点时间不过这个就是你透过它线上的服务器来帮你做这件事情的缺点，这无解。安装，这样很好，这样就没有读取开头画面了。那这个版本应该就是我最后要的。好，那我再重新导出一个 AAB， 现在要求输出到 Google Play 的版本都是要 AAB。APK 是让你在 local 端测试的，然后 AAB 的话上架的时候使用。我这边要提一下就是这里安卓这里之所以夜神模拟器我是可以直接装，是因为我记得我在设定的部分有一些安全性的部分有打开应该是这个不明来源，允许安装不明来源应用程式。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想要用夜神模拟器去测试的话，记得这个部分要设定好。那这个部分就是在设定里面，然后移到下面的个人的安全性，然后在不明的来源允许安装来源不明的应用程式，这个部分要记得打开。那我们回到 Google Play 的 Console 上面上传，因为它现在好像要求你一定要建立测试版才可以进到正式的。昨天有8个错误，那因为今天呢，我有收到另外一封 email， 那份 email 也是很快付钱了就很快，因为我昨天付钱买 Google Play 的那个上架程式，那已经通过了程序验证，基本上你就是上传你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照片。那当然也有其他的方式啦，不过就是身份认证你才能够将你的 App 放到 Google Play 平台上。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你看到 Google Play 上面有很多的应用程式它没办法被下载或安装，因为呢，当你如果要跟版上 APK，现在是上
AAB 档，那你可能就需要这个身份，它也是用这个方式去收费。但相较于 iOS 的那个上架费用是，我记得一年好像快要接近2-3千块台币，这个700多块台币的 Google Play 的上架费用，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啦。如果是要玩玩看的话，好，那我们就这个警示，我其实目前没有任何想法，因为 APP 的那个 bundle 这个产生的部分是由 C3 去建立的。所以说，我不知道，我想要先闯关看看这样能不能用。如果能的话，我们就先让这个版本出去。这是测试的版本，内部测试的版本。我刚才取得了一个测试连结，那我是把测试连结丢到就是 Android 手机的这里面吗？这是一个邀请书，那接受邀请。好，看起来是可以从这个来测，是不是 ？Download it from Google Play。哦。可以嘞，所以我现在是从商店上面下载下来的，有诶。好，那其实上面还是会盖到，所以你看这就是测试的好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我现在想要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把这个解析度拉大，虽然我不知道到底要拉多大，不过就试试看。我们抓个大概吧。哦，还有这个图示我应该要换一下，先从1632，把这个图标换掉。这个是256，这是3264。刚刚看还有一个512，我这边再扩增我们重新导出项目，上架前先让我在 local 端测试一下。这个图示改好了，漂亮很多。好吧，我们这里因为有广告，所以我这边这里先留了一个空位。然后再来是，我觉得这个按钮要下来一点，因为我调了解析度。然后目前骰子有点高，所以说，对，因为我上面我永远不知道它到底是会多高。这样有置中吗？好了，虽然不好看，但是就这样子吧。23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3版，可以哦，就这样子哦。没有音效，没有什么华丽的东西，就是让大家可以直接掷骰子。大概就这样，好，这个版本我们就上线到 Google Play 上吧。下一步，显示一个错误，你用这个请完成主列。前往资讯主列，选取类别，类别是工具，算工具吗？还算娱乐？算娱乐吧。那它有其他选项吗？没，那就娱乐。我们再回到正式版，编辑版本。好了，没有咯，这个版本 OK 就上线咯。地区全发吧，如果要7天就7天吧。现在上架已经搞得跟 iOS 上架一样麻烦了，好吧？目前就是这样测试了。然后回应上次那个网友说。输出 APK 会有广告的问题，但我目前现在看起来应该就是2个重点。第一个的话，就是你的 AdMob 它一定要通过你可以使用了，那你才可以看得到广告。那当然，第二个的话，就是在你的游戏专案中，它的 Android 应用的 API-ID 以及你广告的想要呈现，好比说这样，我这边是想要呈现 Banner 的 Advert， 它的这个 ID 也要正确，就是 Unit 的 ID。那这2个东西呢，就会是从 AdMob 它的网站上面取得的。这看起来是在我上架之前，好像还不能被审核通过，这到时候再想办法。应用程式的设定，这个是应用程式，就我刚才提的应用程式的 ID。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则是广告单元的 ID 也要复制到正确的位置。那有了上面这2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广告的内容。那反正这就是我的第一个透过 C3 开发的 Android APK 上到 Google Play 上面。那至于后面如果说比较正式一点，可以在 Google Play 上面看到，并且我都设定好了之后，我可能会再另外拍个影片，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成效是怎么样。不过我相信成效应该很糟糕，那应该就是这样了吧。这就是本次我想要分享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一次的内容，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您的支持就是我持续创作的原动力，非常感谢。我是钟意，始终的钟，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一次再见。